中国海军发展迅速，造船厂一厂顶一国。为什么中国海军要急于下饺子？中国疯狂造舰背后又有何原因？进入2022年，全球局势依旧风云诡谲，而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大国博弈的加剧。目前全球最热的点，一是乌克兰局势，二是台海局势，其中便涉及了美俄与中美博弈。俄罗斯自不用说，从苏联时代开始就和美国斗了很多年，但近年来美国明显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身上，以至于白宫表示，中国已经超越巅峰苏联，并且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对手。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如此关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在急速增强，尤其是海军方面，已经对美国海军过去的那种无可匹敌的状态产生了动摇。说起中国海军，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其状态，那就是下饺子。中国人下饺子，几十个饺子往锅里倒，而中国船厂军舰下水，好几艘军舰同时亮相，以至于不少人调侃中国的军舰建造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厂顶一国。根据统计，中国在2021年共下水17万吨的军舰，连续7年保持着最多的军舰下水记录。而进入2022年之后，各大造船厂同样开足马力，江南船厂的003型航母已经下水在即，大连船厂的第2批055型驱逐舰准备开建。可以说，中国海军下饺子的状态还将持续数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海军要急于下饺子？首先，中国在军事上的大力投入，也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客观体现。最近几天，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以及2栖戒备大队进入到南海海域，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而近年来，美国类似的动作也在与日俱增。据统计，在2021年，美军航母有10次进入南海，美军军舰有12次穿过台湾海峡。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必须考虑在军事上维持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平衡。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海军的实力也远超中国，因此中国当务之急就是与美国极可能缩小差距。只有让美国人意识到与中国发生战争，其成本将会高到无法接受，那么中国就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与国际环境。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在大概2008年的时候，美国智库针对中美在亚太爆发战争，谁将获胜发起了一个调查。其实79%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美军在西太对中国军事冲突上能占上风，但10年后认为美国能占上风的美国人减少到54%。因此，中国海军每多造1艘就能降低一些战争风险。其次，中国的未来发展也需要有强大的海军作为支撑，军事力量是威慑力的体现。中国需要打开未来发展的局势，以及解决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那么快速造舰就是必要的选择。网上就有一个段子说，中国有1-2艘航母的时候就是文明世界的破坏者，中国有3-4艘航母的时候就是亚太秩序的挑战者，中国有5-6艘航母的时候就是全球变革的参与者，中国有7-8艘航母的时候就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中国只需要不断造军舰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战略，与多个国家达成合作，但美国一直将一带一路视为眼中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凭什么相信中国能保护双方的贸易航线呢？因此，中国必须改变多年以来仅发展近海海军的战略，将远洋海军视为发展目标。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必要建造更多的吨位更大的技术更先进的军舰。最近还有一个新闻，那就是中国将与俄罗斯、伊朗在波斯湾举行联合海上军演，并派出了军舰。而我们知道，伊朗与美国的矛盾颇深，美国一直利用自己的海军力量将伊朗封锁在波斯湾，而中俄联合伊朗在波斯湾举行联合军演，正是对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中国有能力在远洋对美国说不。当然，中国海军有钱了也是客观事实。从2017年中国军费首次突破1万亿人民币大关，美国国内每年都要针对中国的军费发布一份报告，称这个急剧扩张的军费威胁全球和平。尽管美国军费依旧远高于中国，尽管中国军费占 GDP 比重也不如美国，不过中国军费的增长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几十年来，中国 GDP 成倍增长，使得中国军队有涨军费的本钱。而对于海军而言，其建设本来就很烧钱，比如建造1艘航空母舰至少要花几百亿人民币
一艘055型驱逐舰也得要50多亿，一艘过气网红 052D 驱逐舰需要20多亿人民币。目前中国正在建造3艘航母，第一批8艘055型驱逐舰全部下水，第2批也基本开建，而052D 型驱逐舰的数量也接近30艘。不仅如此，中国还在2年内下水3艘4万吨级的2栖攻击舰，而这些军舰每一艘都是吞金巨兽。另外，虽然军费上不敌美国，但中国武器制造的性价比高于美国，这一点美国人也得承认。美国智库分析称，相同造价下，美国造出2艘军舰，中国能造出3艘同等技术水平下的军舰。另外，中国在军事技术上的进步也推动了海军的发展。说中国海军短短几年成长如同开挂一般，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体现。中国建造出世界顶尖的055型驱逐舰，并且将在下一艘航母上安装电磁弹射器，这些可不是光靠产能爆炸就能说明的。在过去，中国想要造航母，苦于没钱没技术，只能依靠从乌克兰手中购买几乎要报废的苏联航母来自行改造。相信在中国将瓦良格号拖回大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预料到今天这样的局面。2012年，瓦良格号航母摇身一变辽宁号正式服役，中国第一次拥有了航空母舰，而此时距今也不过10年。2017年，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下水。2022年，8万吨级电磁弹射航母003号下水。中国从改造航母到建造航母，再到升级航母，似乎是无缝对接的。另外，中国打造的055型驱逐舰树立了中式标杆，让世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中国人设计的驱逐舰也能引领发展。而正是有着技术上的推动，中国才能紧锣密鼓的大规模造舰，让军舰一艘赶着一艘下水。而美国倒是成为了反面教材，从过去花大钱办大事儿，到后来的花大钱办小事儿，如今已经是花大钱办杂事儿。美国人现在想在军舰上报产能都报不了，这样一对比，中国就突出了。最后，中国如今军舰大量下饺子，也是对过去的补账。今天中国海军虽富，但过去也是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苦日子。当年中国海军底子薄，只能尽可能去装备一些不入流的军舰，包括091型核潜艇、6610型扫雷舰、62型护卫舰、051导弹驱逐舰、022型导弹艇等。如今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建设，这些军舰都面临着退役和替换的局面。近年来，中国海军服役的军舰虽多，退役的军舰也不少。因此，中国海军必须马力全开来弥补过去欠的账。可以说，中国海军的发展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厚积薄发的体现。